这节课的话，我们要讲主次叠加。那主图当中的一个主次叠加，其实我们直接看字也能够理解，主和次，那么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和一个配角啊，一个作配，一个是主，然后产生的一种叠加。叠加的话，我们还记得前面12水彩技法当中的叠色技法，对不对？叠加的话，顾名思义，它就是两个图形要是这样子叠压的一种效果。那主次，那这个主次的话，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是主图，一个是辅助，比如说花儿啊，次就是叶子，那也可以说一个大，一个小啊，一个不重要，一个重要，一个颜色深，一个颜色浅，都可以称之为主次。好，主次叠加的话，在我们的图形当中，这边还是画一个四边形。一个四边形在我们的假面当中的话，主次，那你可以是一个大花，旁边压着一个小的。好，这边呢被遮掉的部分，我们就用虚线来表现啊，产生的这种一个大小，一个叠压。这种好，这种我们称之为主次叠加。这种的话，我们只是在讲主图，主图还有就是饰品。这些构图技法除了适用于我们的彩绘当中，饰品搭配同样适用哦，宝子们。饰品搭配当中，它也是分主次的。比如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甲片。那看一下这个甲片，这个甲片当中的一个主次叠加，主是什么呢？主是这颗丝花落的鸽子蛋，对不对？那次是什么呢？次就是旁边的小珍珠、小钻，那小金地钻，这旁边的就是次，这边呢就是主，它们是物体上、颜色上、大小上都不一样，但是呢产生了一种叠压的一种效果，我们称之为主次。饰品当中同样适用啊。这里呢我们讲的是彩绘的主图，那这个主次叠加在哪个甲面上哪个位置都没有关系，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把它放到甲片上来，它还是一样的啊，是常用的是一种就是斜向啊，常用的是一种斜向平行线，就怎么斜都行啊，你就这样斜也行，横着斜也行，那就是一个平行线，但是呢是可以就是一高一低这样子，或者是一大一小这样子。这个物体的点我们怎么去定啊？你可以是这边，对，是一个大的，那这边是一个小的，你也可以在这个位置。这里是一个大的，好，下边这条线这里 OK， 这里是一条小的，那你可以是这样斜向摆位，你也可以是这样左右摆位，这个是可以配合我们后面的线条就是假面构图当中的线条构图、法式构图去搭配使用啊。主次叠加这里我们只是讲两个主图和次图，也就是辅助的一种摆位方法。而后面构图的话，你又可以用主次叠加配合构图技法去叠加使用，甚至于我们前面的这些款这些摆位、主图摆位都可以去叠加。比如说就是这个款里面，你再去叠加一个对角摆位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包括刚刚画了那个郁金香，对吧？用的是主次叠加，那对角的位置是空的，对角的位置你加一个小花、小野花、小雏菊都行。好，现在呢我们在旁边做一下演示示范。这边的话还是先用一个晕染，可以做一个山丘纹，做一个高点，旁边呢就是低点，然后晕染下来。OK， 色块有一些不均匀，然后下方的位置用黄色在这个位置做一个小山丘，对，去点缀的做一下就可以了啊，不要做的太大。点缀即可。
不要把这个紫色的大山丘给它风光遮盖了。好，这个在晕染当中，我们是画了一个晕染中的山丘纹，这也是算是主次叠加啊，一个主图，那大一点，整个面积广一点，那这个旁边再加一个小山丘，那物体的颜色和大小面积都会小很多，而且的话也是产生了叠压啊，这个就是一个远近关系啊，一种叠层的关系。好，接下来的话用花卉的方式来再给大家做一下演示，还是用上面的那个花花，为了表现出区别来，我要将两个花花给它分开，可以用不同的颜色啊。上面做一个大一点的吧，定5个点儿，定5个点儿。下面的这个用紫色吧，好，你可以定5个点，定3个点，定4个点都行啊。好，晕开。好，这边的小花花要注意棕色的那个花花，它的轮廓线在哪里啊？花瓣边缘轮廓在哪里？小的这个花要被棕色的那个花叠压住的话，那它肯定是画不了一个完整的花型的。它要避开旁边大花朵的花瓣轮廓，画出残缺的地方，露出残缺的地方，那去产生这样子一种叠压的效果，小花朵被大花朵叠压住。加深画线处加一加，我们把花瓣的轮廓给它勾一勾的话啊，勾一勾的话，因为下面有线条会影响到整个的，对，花瓣轮廓给它勾一勾，就会明显很多，它是被大花朵给叠压住了。这种的话，旁边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点叶子。看旁边给它加上一点叶子，去做一下牵引。斜向上下，中间花朵相叠的位置，画一点小叶子出来。好，看一下主次叠加技法上面花朵那的一个摆放位置。这里的颜色搭配的话，我看一下更接近于第6组的一个配色，也是跟刚刚那个很像的一个配色啊。这里呢，给大家看几款主次叠加、主图主次叠加构图法的一些款式。那首先这个柿子也是一个主次叠加，包括夏日里的猫这个花朵一大一小，对不对？也是产生了一个主次叠加。这个月下蔷薇也是玫瑰款，那这几个玫瑰款，那这几个玫瑰款都是主图用了一个主次叠加的技法。然后我看了一下，刚刚在看款式的过程当中呢，又看到了一些，那这个是我们的什么错位平行，对不对？错位平行的构图方法。然后还看到了一款这个也是用了一种错位平行，那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错位平行的一个构图法。
旁边的这些墨点儿叶子都是作为辅助去填空使用的。接下来我们写一下组次叠加记法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重点的事项注意点一些注意。首先，那花朵一大一小，或者是一深一浅，又或者一前一后，这是第一个注意事项。第二个注意事项，我们都是一般是假面居中或写摆，或者是跟配合上我们的其他构图加其他构图。比如说刚刚给大家看到的那些款式，它有的是结合了法式，有的是线条，对吧？但正常的我们最基本的一种使用呢，就是假面居中假面居中或者是斜摆。这个居中的话，我们刚刚讲过，你可以是这样子平行的你也可以是这样子一上一下，对，这样子斜摆着的，都行。这里把虚线给大家画一下，方便大家理解。斜摆、平行都 OK。好，然后接着第3点，一定是要有大压着小，大压着小。深浅呢，如果是一深一浅，深浅、浅色、深色，这个反正就一前一后了，那就一前一后，大压着小，或者是小压着大，叠压，就压着一点，露出一点。这个是我们主次构图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讲解演示，然后我们在甲片上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款式。接下来我们准备彩绘胶、万能笔来画出花瓣轮廓。这里呢，我们就画一个小雏菊。图案的话，我们画夏日里的猫那一款，花瓣挨得紧密一些。靠近花心边缘的地方，我们笔尖朝内往外拉，其他的轮廓地方我们就笔尖朝外往花心拉。好，这一朵花的基本轮廓出来了之后，这边你可以先去把花瓣画出来，画出来了之后，这边主大花瓣再描一下，压一下痕迹。OK， 接着画出它的叶子。两头尖，中间胖。你一定要看清楚你的笔尖有没有那么尖尖，落笔的时候能不能去压出尖尖来。如果说你看这个方向，我的笔尖是不是没有尖，那我就转动我的笔，好，找到它的那个侧面侧锋的位置，看现在有尖尖了，对吧？好，那我就要用这边去下笔。关于叶子的一些摆位，前面也讲过这里呢就不多讲了。好，画好了之后，差不多画好了之后去照灯。照完灯之后，用水彩打底磨砂封层，真假全涂，不包边。
只要甲面刷均匀，没有毛毛气泡，就可以拿去照灯了。边缘一定要刷到，但是呢，不要去爆边就好了。好，这一款照灯结束之后，用红色画到花瓣的根部。手法还是和我们前面演示所用的手法一样啊。然后4块点到花心处，隔一个空位去点。好，将笔擦干净，控好水，指尖上点2下，控好水，然后将4块多余的地方往外，好，晕一点点颜色，将外轮廓花瓣遮盖住就好了。深色区还是给它留在花心处，不要画得太紧密，因为还有空隙的地方，我们等一下要留给紫色。侧推打圈，这样子颜色面积还蛮广的。好，紫色，放到花心，再次取色。这里的红色是要把花心处颜色画出来，但是呢，你可以不用去晕，因为这里呢，这一半是大花朵的花瓣，但是小花朵的花心仍然是要给它加深。加深花心了之后，这样和旁边的大花瓣才能够明显的隔离开来。叶子，侧锋扫笔，笔尖指向花尖。这一步完成了之后，我们去整体底胶封层。封层的话，使用磨砂封层啊。接着拿出白色的微雕胶和拉线笔去勾线。这个白色微雕胶和彩绘胶不一样，它是做微立体效果的，然后做出来的话线条会很立体，而且的话是在封层之上操作，不用单独的去照灯，不用单独的去封层。这一层操作完了之后，直接照灯结束。好，用精细的线条立着笔尖，
把笔尖提起来，拿去勾线条。你看笔尖的这个胶珠点上去，提笔尖，将胶勾往花心，这样子勾出来的线条才是这种圆滚滚的、很饱满的感觉。然后花心处点3个点儿，3个点儿点在花心中间，点好了之后，周边点上小点儿。好，这就是一个精致的花心。花瓣没有露出边缘的地方，线条不要去硬勾啊。叶子我们也只去包上半部分，边缘。好，这边你看叶子勾边的方法，这个勾边的方法眼不眼熟？像不像我刚刚讲过的那个错位平行？那看一下叶子包边的这个线条的摆法，是不是很像我刚刚讲的错位平行呀？所以说这些构图与摆位都是通的啊，不管是彩绘饰品都是通的，灵活的去运用它，举一反三。好了，这个款的话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拿去照灯，照灯之后不用单独的封层结束。然后这个款式和我们一款夏日里的猫这一款夏日里的猫花卉其实是一样的，颜色深了一些，一边颜色深一边颜色浅，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色块取的大小多少而已。